如果女孩穿的少可以当成被施暴的借口，那长得漂亮岂不是就有错？这无疑是一番荒谬的言论。错的是且只是那些罪犯。所以提醒所有女生，穿衣自由的同时要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，尽量远离被是非包围的人和事。小美就是一个崇尚穿衣自由的小美女，时常穿着超短裙来工厂给哥哥送饭。5大3粗的工友们有时还会出言调戏，每次哥哥都会用暴力警告。自从父母死后，大帅就成为妹妹唯一的守护者。可青春期的女孩都有一颗爱美之心，面对大帅这唯一的哥哥，她还是会很不情愿地套上他递来的裤子。即便如此，小美还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姑娘。为了减轻哥哥的压力，她会偷偷到美发店做兼职。不料这天却被哥哥发现，兄妹俩因此大吵一架。哥哥一气之下就把妹妹锁在家里，自己则继续去上班。工厂里有个远房亲戚叫铁根，是大帅母亲姐姐的2婚老公带来的儿子，对小美垂涎已久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大帅也不准他打妹妹的主意。时间很快到了晚上，大帅又和几个朋友去喝酒，被锁在家里的小美迟迟不见哥哥回来，简直快要被憋疯。忽然他听到地下室有动静传来，打开门板的一瞬间，好像看到了一个人影。他喊了几声哥哥，却没有回应。小美就这样被薅着头发拖进卧室，而此时的大帅还在炫一瓶啤酒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美满身伤痕地跪在地上，她用最后的力气警告对方，哥哥一定会来救她的，可换来的却是更加残暴的殴打。另一边喝得晕头转向的大帅还不忘给妹妹带一份夜宵，可很快就发现妹妹并不在家里。第2天他来到警局报案，可警察却认为这只是叛逆期的孩子离家出走。再说你们兄妹不是刚吵完架吗？还坚信不出3天妹妹就会自动回家煮泡面。等待无疑是煎熬的，上班时他也无精打采。可这天忽然等来了一个诡异的女孩，大帅认识此人，她叫大美，是10里8村有名的妖女，据说可以看到鬼魂。每一个和她有交集的人都会出现各种意外。大帅不知她为何而来，可他却在看着厂房内的污水池发呆。忽然一旁的洗衣机莫名的震动，紧接着污水池里浮出了什么东西。大帅走上前，看着那熟悉的衣服，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。他跳入污水池，抱着妹妹的尸体痛哭，看着妹妹伤痕累累的身体，他无法想象妹妹生前遭遇了什么，更不知向来可爱善良的妹妹是得罪了谁。几天后，大帅来到警局，警察说已经抓到凶手，而且还在凶手家里发现了小美的内衣裤，判定这是一起奸杀案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警方抓到的凶手竟然是他的那个远房亲戚铁根。大帅当时就意识到抓错人了，因为他了解铁根，他根本没有那个胆，就算有也不至于杀人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先前偷小美内衣的时候，大帅早就教训了他。可即便他如何解释，警方也没有相信，无奈只好先为妹妹举办葬礼。街坊邻居纷纷来为小美送行，无不为她的遭遇感到惋惜。大帅却呆坐在一旁，不敢上前面对。由于小美是死于非命，需安排招魂仪式。可就在巫师准备完毕之时，忽然一股妖风袭来。巫师有所察觉，可还是在弟子们的帮助下站在了刀刃上，紧接着将装米的铜碗抛入大海。忽然一股怪力拉扯着红布，巫师明显难以招架，脚底随之流出大量鲜血。一旁的大美却惊恐地望向巫师。随着红布被扯断，巫师才得以喘息，那个小女孩也随之消失。可红布另一头的铜碗却不见了踪影。很快，大帅就在海边发现了铜碗，可一旁的岩石上却站着一个诡异的男人。大帅试着询问他是干什么的，可对方却拔腿就跑。大帅怀疑此人便是杀害妹妹的凶手，急忙上前追赶，可最后还是跟丢了。好在发现了一个鞋印，于是他找遍了镇上所有的鞋店，果然发现了同款鞋子。他询问店家最近镇上有哪些人买过这款鞋，可店家却说这是今年的爆款。镇上的男人几乎人脚一双，一时间大帅不知如何是好。可一转头，他又看到被人嫌弃的大美，上前询问他为何知道妹妹的尸体在污水池里。谁知他竟然说自己先前遇见过小美，而且当时就看到她会死于非命。可他却没办法阻止，因为他也曾试图告知过对方，可每一次的结果都没有改变。长期被这种能力困扰，他也非常痛苦。说罢就转身离开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大帅整日浑浑噩噩，窝在小破车里看着妹妹的照片，以泪洗面。可这天他竟忽然接到了死去妹妹的电话，接通后又没人回应，他断定对方就是杀死妹妹的凶手，于是来到通信公司想要获取对方定位，但受理员却要求必须本人亲自过来。得知本人已经去世，又要求提供大量证明材料，看来全球的通信公司都是一个鸟样。就在这时，大帅又看到了大美，于是便拉着她假冒妹妹，没想到受理员竟然是个10级脸盲。就这样，两人顺着定位找到了一处废弃的住宅，没想到却误入了一个大型迫切现场。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响动，海边的那名男子果然出现，于是又是一场追逐戏。大帅却再次遗憾跟丢，可身后药店的广告牌却忽然亮起，这就意味着店主是刚回来。联想着先前撞见过妹妹在这里换姨妈巾，他不禁有所怀疑，来到店里假装买药，可却发现药师有些气喘吁吁的样子。虽然有些怀疑，但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可药师却主动为小美的遭遇表示惋惜，甚至还送上礼品以示安慰。这时，刚才搞破鞋的大姐也来到店里买药，不愧是10里8乡有名的光棍收割者，她竟当众调戏药师。这一举动仿佛刺激到了他，
下意识地扭动了一下脖子。还没离开的大帅刚巧看到了这一幕，不由得想起海边的那个男人也曾有过类似的动作，于是大帅假装离开，实则在车里蹲点。不久后，药师关门离开，大帅翻窗而入，果然在房间里发现了沾有泥渍的爆款鞋。而此时另一边的大美再次看到了那个小女孩，还向她扔了一颗糖果。大美知道这是小女孩的暗示，今晚又要有人遇害了。她匆忙的离开，却不慎和那个大姐相撞。当时她就看到了一些可怕的画面，而大姐骂骂咧咧的离开后没多久，就在路边发现了一张万元大钞，高兴的捡起来刚要走。很快，警方赶到现场，这名大姐的死状也是极为凄惨，和不久前大帅的妹妹差不多。大帅断定凶手就是药店的药师，甚至还拿出了爆款鞋的证据。可警方并不会因为案发现场外的一个脚印去抓人，于是大帅只好独自调查。可对药师进行了几天跟踪后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，忽然发现邻居家里竟然安装了摄像头，于是调取了案发当晚的监控。果然发现药师的汽车曾出现在自家门口，遗憾的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驾驶位，不知道他是否有下车。忽然监控里又出现了一个人，仔细观察后发现正是那个远方亲戚铁根，于是便立马找到铁根。他承认当晚确实去过大帅家，不过是因为大帅把妹妹锁在家里，小美让他去帮忙开门的。这番话还算比较合理。大帅便询问他当时有没有看到过药师的汽车，铁根说不但看到了，还特意向车里看过，确认当时药师不在车里。小帅来到监控死角查看，发现自家的铁栅栏确实被破坏。此时他坚信药师就是凶手，正准备去寻找药师，却看到了大美的未接来电。原来不久前他又在一名风尘女身上看到了死亡信号，便跟踪来到一所废弃学校，发现对方果然是药师。眼看药师就要下手，他及时打碎玻璃，风尘女才侥幸逃过一劫。药师来到窗前查看，大美躲在窗下瑟瑟发抖。可偏偏此时大帅却打来电话，大美被药师发现。好在关键时刻大帅及时赶到，可就在二人扭打之时，大美竟看到了大帅的死亡信号。大帅将药师送去警局，可大美却担心大帅会因调查而丧命，矢口否认药师的罪行。大帅也因此被拘留。等四下无人之时，药师竟不再隐藏，当着大帅的面放起了妹妹被杀害的视频，然后将证据删掉，还扬言要去杀了大美。大帅愤怒至极却无能为力。而无知的警察还开车送药师回家。就在此时，手下打来电话，说发现了药师的真正身份。10年前，山顶的别墅里发生一起灭门惨案，当时唯一的幸存者便是药师。当年别墅的主人正是他的父亲，只不过已病入膏肓。继母不仅不闻不问，还把小白脸约到了家里，甚至商量着老头死后如何霸占家产。父亲临危之际，药师不断下跪求情，然而却被奸夫淫妇锁在小黑屋里。父亲不治身亡后，妹妹又被两人误杀。愤怒之下，药师彻底黑化。现实中的警察也被药师杀害，后来的种种恶行都源于他对不正经的女人的厌恶。哪怕像小美那样天真的女孩，只是在他店里换了次姨妈巾，就被他认为是不检点而痛下杀手。最后，药师将大美绑到当年的别墅，此时的他已经丧失了理智，甚至认为大美也是不检点的女人，正要痛下杀手。大帅及时赶到，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他趁机挟持警察逃了出来，二人一见面就扭打在一起。药师竟拿出一把螺丝刀刺向大帅。看着眼前和遇见里相同的场景，大美拼命的想要挣脱绳索，可始终无法脱身。关键时刻，他再次看到了那个小女孩，而且药师也看到了，原来女孩正是他的妹妹。女孩一直在借助大美阻止哥哥杀人，可几乎每次都没能成功，所以这才亲自现身。可下一秒却又消失了。药师四处寻找妹妹，大帅趁机扑了过去，双双坠向楼下。好在死掉的只有药师，大帅刚巧挂在了栏杆上。大美及时挣脱束缚救下了大帅，而此时那个小女孩也再次出现，躺在哥哥怀里结束了一切。影片的最后，大帅将妹妹的骨灰撒入海里，而大美也失去了预见死亡的能力。总体来说，这算是一个温暖的结局。不过值得深思的一点，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，女性总是受害的一方，每时每刻都不得不牢记好好保护自己，不得晚归，不得穿暴露的衣服，不得和陌生人说话。是的，自律是好事，但不自律不能成为罪犯的借口。